好，最后一个问题，在学生的时代要学习什么，或者是取得怎么样子的能力或者怎么样子的态度，那对于往后的工作或者是创业是最有帮助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不过是非常大的问题我试着从自发互动共好，就是我们不只是国民教育，也包含终身教育这3个方面来回答。自发的部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培养一直养成新的习惯的习惯。那这个非常的 meta， 非常的后设，但是确实就是一个人他形成新习惯是有方法的。新习惯就是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就去做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你重复了几次，慢慢新的习惯就可以形成。形成新习惯的时候呢，一次的那个量不要太大。好比像说我马上就说要睡满8小时，你不一定马上做得到那但是呢，你可以说那我就固定在睡前不要带手机去卧房，或者是我就睡前这个提早个几分钟关机之类的啦，就是有一些做法。那只要比本来稍微改一点点，那个方向对了，一步踏稳，接下来新的习惯就很容易形成，而且你就会知道说这是一个正向的反馈，因为你自己自发的建立这个新习惯，你也从这个新习惯里面得到了一些原来这样子真的睡比较够，思路比较灵活等等，得到了一些好处。那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有那个动机去再把它多调一点点，多调一点点，一直到真的睡满8小时为止。那所以呢，任何学门的学习也都是这样的。虽然要成为一个学业的专家要花非常非常多个小时，但是呢，其实你如果能够入门到你看得懂专家为什么是专家的这个程度，有一种鉴赏家业余的这种能力的话，其实并不需要很多时间。通常你只要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花几分钟几分钟，这样加起来大概到可能100小时吧左右，其实就已经可以不但建立新的习惯，而且也可以取得这样子一种新的，不管是学门或者是职类群科技巧等等的这样子一种鉴赏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建立新的习惯没有那么难，学一个新的语言，学一个新的学门没有那么困难。你下一次再做类似的事情，再建立一个新的习惯，面对一个新的情况的时候，心里的负担就变轻了。那心理负担变轻，那你更可以驾轻就熟的继续自发建立新的习惯。所以建立新习惯的习惯，我觉得是自发这个概念里面最重要的。那在互动上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概念叫做选每一边站 ，take all the sides。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如果我今天发现我的客户也好，我的别的利害关系人也好，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我觉得匪夷所思，怎么可能有人有这种想法？我没有办法同理他，那这样我一定会觉得是我的问题。我不一定立刻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至少我愿意让他好好讲完，透过积极聆听的方式，也确认我的理解没有问题。那2方面呢，如果我缺少一些生命经验，好比像说用翻盖式手机的生命经验，我真的就去体验一下。之前2015年主持 UberX的讨论的时候，那我就在那个之前就去做了非常多次 Uber。那主持 Airbnb 之前，我就去租了一个看起来就有点像是连锁非法日租的这种 Airbnb。那我在主持其他的案子之前，我也都去累积类似的经验。这样子的话，我才知道我主持的这场会议上面每一个发言人他讲的话后面是对应到什么实际的体验。我的体验不一定有他们那么多，当然不可能，但是至少我不会完全听不懂他们讲什么，所以我才能够去做到积极聆听，才能够去支持他发言的这个观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选每一边站，不是说你轮流选边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一群人的时候，每一个人发言的时候，你都有那种替他辩护的那种第一手的个人经验。那第3个部分就是共好的部分。共好的部分，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做的每一步的事情都可以对应到一些共通的价值。好比像说，所有现在的文明都有永续的共通价值，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的繁荣不能够牺牲后代的权益，那尤其是不能够破坏这个世界
后代完全没有办法生存的程度。为什么这是所有文明的共同价值呢？因为过去的任何文明如果没有这个价值，根本不会传递到现在让我们看到。那所以简单的来讲，永续是一件不太需要说服其他人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永续发展目标可以很具体的从具体而为的解除贫穷、饥饿、健康问题、教育问题等等，那一路到我们要怎么样解决全球的气候变迁、陆域跟海洋的环境，我们的开放政府，然后以及全球伙伴，这些比较抽象的。那从最具象到最抽象，有一个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永续 sustainability 的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共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看到共通的价值，并且在这些共同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还可以去看到比它更核心的一些，又可以把这些看起来不太共通的价值变成一个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共识的更上位的这个价值。那包含永续的价值，包容的价值 inclusiveness 涵容的这种价值，多元共融嘛，像好像翻成。那或者是我们在数位转型的时候，我们所谓 leave no one behind， 其实都是在讲非常相似的这些事情。所以当你在做创业的题目的时候，或许也可以想一想，除了我要赚钱的那个 bottom line 之外，有没有可能是说，我也帮后代存点钱，也就是在社会上面提供给后代一些价值。或者是不一定是帮后代存钱，可能是帮所有生活在地球上面所有的这个生物都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环境，也就是在环境的这个价值上面有所贡献。那这个就叫做所谓的 triple bottom line， 就是三重底线这样的态度。只要你能够做好三重底线的说明，你创业基本上是不会失败的，因为你很难在三个底线同时失败。而且你这三重底线累积出了大家的一些善意之后，那你在其中一个底线没有办法达到你本来的价值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就是三角锥不是三角锥，三角架。你如果一个地方它稍微比较不稳定，那你可以在另外两个地方的支撑之下，赶快去找一本书或什么东西稍微垫一下第三只脚，那你还是可以站得很稳，不会整个倒下来。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单脚站或者是双脚的话，那就稍微比较不稳一点就比较容易在新的状况来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弹性跟恢复力。所以具体建议啦，就是要有三只脚，有 triple bottom line， 这样子你每次周转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定理嘛，说你不管三只脚的长度怎么样，你都可以一直转到说它就是比较稳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面。